有没有丽人消息啊？查过了，这丽人根本没有被抓起来。真的假的？我骗你干什么呀？那没被抓，他一个大活人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？至于他到哪儿去了，爸有一些猜测。你想不想听？你看啊，现在时局这么乱，这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。有人说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你看，连夫妻都是这个样子，那更何况是你跟丽人，你们只是男女朋友。爸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就是说啊，这个世界上男女之间的感情就跟冰一样的脆弱，随时就没有了。唯一不会变的就是父母对儿女的感情。我猜，那李丽人如果放弃你，去台湾、香港或是美国，那都不是意外的事情。这不可能的，他怎么可能抛下我？我们发过誓的。这从古至今最不值钱的就是誓言，你居然也相信？你不帮我可以，但请你不要诋毁丽人，他不是一个背信弃义、贪生怕死的人。理由？我就是信他。你太幼稚了，你。喝你的吧。初座，这是你要的复旦大学李丽人的部分作业。我让你找他写给芊芊的信，怎么没有啊？初座，这个确实没找到。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每天跟着他，他去了哪里，见什么人，干什么事，都回来跟我报告。还有，不要让他发现你，暗中保护他。是。去。王伯雄知道这样做没有任何胜算，但是为了芊芊，他也是迫不得已。哎，王同学，我已经等你半天了。怎么了？你的信是李丽人给你的。丽人，谢谢啊。芊芊我爱，多日未见，魂牵梦萦。黄浦江上的轮渡，声声催我远航，故只能匆匆草就。我们相识一场，情趣相投，爱意深浓，本该鸳鸯连理，双宿双飞。无奈时局变迁，造化弄人，受父严命，我有万般不得已，却又不得不远走法兰西。此去经年，应是良辰好景虚设，便纵有千种风情，更与何人说？芊芊，请恕一个无颜见你的人，他日有缘，定当再定前盟，丽人从书。小姨，芊芊，有什么消息吗？我爸根本就不承认，他说没有这个人，还催我去美国留学的事情。本来说是这个学期期末的，
不知道怎么又提前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可疑的事情，我收到了一封署名是丽人的来信。有什么可疑的吗？笔迹是丽人写的没错，但是语气、称呼还有落款，都特别陌生。这封信是王伯雄伪造的。我爸？不可能吧？那他伪造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？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停止追查李丽人的下落。看来李丽人很有可能被关押在秘密监狱里。丽人不会遇害了吧？应该没有。如果他遇害的话，王伯雄就不会费这么大的劲儿弄这封伪造信了。那小姨，我之后该怎么办？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回到家以后，把你所听到的和看到的全部记下来，告诉我。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，就给山鹰打电话。好，好。哦，对了，我这几天都在家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我爸每天都是早上7点半出门，晚上6点半回家吃饭。好的，我知道。外面耳目众多，小心有尾巴跟着。快走吧。好。芊芊，爸。芊芊，回来了。嗯。哎呦，这把行李拿回来了，这是……啊，爸。嗯，我错了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只有你是真的对我好。我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搬回来了，再也不任性，动不动就离家出走了。长大了，我的芊芊终于长大了。好。李仁真的抛下我走了，他就是个大骗子。芊芊，你现在相信了吧？这全世界的人都会欺骗你，只有爸爸不会欺骗你。此时，父女俩虽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，却是各怀心事，都在想方设法取得对方的信任。因为就在半个小时前，特务刚刚来向王伯雄报告过芊芊的所有行动，使王伯雄确认了芊芊这次突然回家，而且表现得和自己异常亲近，一定和苏海棠、野山鹰有关。自从上次野山鹰脱钩，王伯雄一直在盘算，再撒出一个什么样的饵，才能重新让野山鹰上钩。如今，他不得不利用女儿芊芊，来释放出这个鱼饵。啊，老爷，周市长来访了。哎呦，哎呦，万全兄啊，什么事还得你亲自来啊？伯兄啊，我这里有个绝密文件，需要你马上归档。哦，来，请。芊芊，哎，见过周叔叔、周市长。周叔叔好。都长这么大了啊！我当年见你的时候才是这么高一点。长得真快。周叔叔，你们先坐，我就先回房间了，你们慢慢聊。乖。来，请。绝密文件我带来了，您看看。这个计划里除了学生，就是一些掌握重要技术的人才，以及打入我们内部被甄别出来的共产党情报人员。伯兄，事关重大，我们等南京方面的指示，一旦指示下来，1分1秒都不能耽误。对那帮地下党绝不能手软。
这个文件交给你来保管，切记，绝密中的绝密。万全兄，你放心吧，我以20多年对党国的忠心做保证。哎，现在这个时候还拿忠心来保证，有什么用啊？哎，好，老头子命令，如果真到了最后时刻，凡是带不走的东西，全部销毁。哎，大势已去啊！现在不是感叹的时候，还是抓紧时间收拾烂摊子吧。如果可能，把家里的老老小小转走，这才是正事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万全兄也应该有万全之策了吧？南全啊，我家里也乱成了一锅粥了。好了好了，没时间多说了，还是赶快归档吧。啊！现在已经确定，我们内部的确是有内鬼，但是还不能确定是哪几个人。我会想办法让那几个可疑的人接触到这个绝密档案。你盯紧这几个人，如果有消息泄露出去的话，证据确凿，就把他们全部抓起来。是。啊。王伯雄心中其实早有盘算，他知道销毁绝密文件的事情一定会借由芊芊的嘴传到对方的耳朵里。迫不得已之下，对方一定会动用其在军统安插的卧底，去拿这份绝密文件。届时，既可抓住这个卧底，也可以将山鹰战队一网打尽。芊芊，哎，8小时出去一趟，晚上你就自己一个人吃饭了啊？哦，我知道了。你怎么那么晚还出去啊？我到办公室去啊，有点急事。哦，去吧去吧。哎，小姐，您这上哪儿啊？老爷吩咐了，不让您随便外出。我出去吃饭，你想饿死我是不是？大晚上戴什么口罩啊？我犯口臭，怕熏着您。喂，你好。我找阿英。好的，您稍等一下。找你的。喂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王伯雄有绝密文件要归档，其中包括撤离前对上海的摧毁计划，还有对于关押地下党员如何处置的意见。我想，我们要找的人究竟被关在哪里，上面应该会有提及。看来是时候要动用弥勒佛了。我想办法跟他取得联系。
王伯雄这个老狐狸，居然他的秘密据点就是他的办公室。我们万万没有想到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不过幸亏我已经让耗子白天去踩过点了。马老板现在去联系弥勒佛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们晚上就去他的办公室弄到这份绝密文件。王伯雄的办公室机关严密，所有能进出的门窗全部重点防盗。他的保险箱是1战、2战时期的顶级安防设备，所有的机密文件都由他亲自保管。没错，我记得有一回，戴老板需要上海的一份机密文件，当时王伯雄人在北平，特意飞回上海，不经他人之手。天快亮了，马老板怎么还不回来？是啊，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这是你要的十全大补丸，记住了。组织让我告诉你，这次营救行动十分的重要，一定要全力盯紧特务处所有相关的情报。我知道了，王伯雄他们已经将796计划作为绝密文档，给你的只是他们的关押地点，以后会有很多情报给你的。好。天都快亮了，千万不要在黎明到来之前睡觉。弥勒佛同志，你是组织上安排在保密局内非常重要的一枚棋子，这次行动的成败关键在你的情报。你现在的处境非常的危险，所以一定要格外小心。知道。哦，2天后老地方见。好。中共潜伏在保密局的内鬼，全部都已经查清楚了，总共5个人。在我预料当中，我已经把他们都监控起来了。你看下一步怎么办？这弥勒佛在保密局潜伏了那么久，可见他的关系网极其密薄。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，能够打开这个突破口，就能把那一串中共地下组织全部剿灭。是。上面到底写什么啊？拿上海地图。周家嘴货运仓库。周家嘴，你是说我们的人在这儿？根据马老板从弥勒佛那儿得到的情报，秘密监狱就应该在周家嘴货运仓库。那批被抓的地下党应该也关在那儿。如果我没推测错的话，小贝也在。哎呀，我们通过弥勒佛传出那个假地址怎么样？已经准备拉网了，这次真是一箭双雕啊！好，等这次收网，我们就大功告成了。我亲自去。那还等什么？那还不赶紧动身去周家嘴？省得他们赶在咱们前面，转移那批地下党同志，甚至杀人灭口。偷袭，对，要不就更难下手了。行，但是我再重申一遍，不要急着动手，而要摸清敌人的底细之后再行动。哎，那到底是动手啊，还是不动手啊？领会精神，见机行事。行动。
这儿就是周家嘴货运仓库。就你聪明，人家都写着字呢都。这不应不识字儿吗？对。我什么都不会说。不，如实说，就说这里是一个秘密监狱，只有2、3个人看守，不然，不但你的小命不保，全家也要遭殃。是，那是个秘密监狱，里边关押着好多犯人，我是误闯进去的，他们差点把我给杀了。那你一定知道里边有多少犯人，多少看守，岗哨在什么地方？我真没看清楚。我喝多了，10个手指头伸出来，我都能看成个20个。再说，我刚进去，他们就把我给轰出来了，我是真没看清楚。那些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，居然能放了你，你不会是跟他们一伙的吧？不是，大哥，您看我这副怂样，我就是想入伙，人家也不要啊。我真没骗你们，我就是个看仓库的。我平常就爱喝个老酒，爱吹个牛皮，爱找个娘们儿，爱赌2把。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多喝了几杯猫尿，我一进去还以为走错了，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这伙人给占了。哎，大哥，说实话，听见没有？是，我真没骗你们，全是实话。滚蛋！出去，这儿现在被军队征用了。
啊？楚佐怎么不收网？撒那么大网，就抓这只小虾米不划算，大鱼肯定在后面。楚佐高明。怎么样？我觉得里边非常奇怪，被绑的人脚底下竟然会有烟蒂，他们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待遇呢？还有，他们被打得满脸是血，竟然偷偷的观察我。根据我对王伯雄的了解，如果这里就是秘密监狱的话，绝对不可能防御的如此松懈。他们先是放走了阿六，又放走了我，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他们故意的。二师兄，我掐指一算，这里边一定有诈。你又掐指一算，那你知道的话，山鹰进去之前你怎么不跟他说呀？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我觉得，他们想要把我们一网打尽，觉得抓了我一个没有什么意义。可是里边的人，如果真的是我们要救的人，我们必须得进去。现在我们首先就是要弄清楚里面关的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人，得想想办法。海棠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去找芊芊，让她帮我们查一下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电话。海棠，你去找芊芊，你们仨在这看着，我再去那边转转。拿着。该。芊芊，小姨，现在有事需要你帮忙。什么事？我们发现周家嘴货运仓库很可疑，里面关着一批人，现在怀疑那里就是秘密监狱。不会丽人被关在里面了吧？我们现在也不确定，所以想请你帮个忙。现在就是要打草惊蛇，蛇就是你的父亲。好，只要我能做得到。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电话你能查到吗？淞沪警备司令部，我父亲的电话本上应该有。好，那你听我说，要记住警备司令部的电话，记住，千万不能在家里打，对不对？对，小机灵。给总机打电话，转一下警备纠察连，时间是10点10分。好，我记下了。淞沪警备电话，我记得在哪儿啊？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淞沪警备司令部。84578。喂，麻烦转一下警备纠察连。对，他们的烟土交易地点在周家嘴货运仓库，时间10点10分。上车！周家嘴货运仓库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按我估计的时间应该到了，怎么还没有到啊？他们是不是弄错地方了？可能刚才那个扫地的，真的是个扫地的。几十年的眼力不会看错的。别忘了，
这苏海棠可是当年特训班上的状元。不过他是状元，我是老师啊。这学生要是跟老师斗，谁厉害？当然是老师厉害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说曹操，曹操到啊！叫兄弟们准备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是。快点！不管你们是青帮红帮的，都把手里的家伙给老子放下，不然我的枪爱走火。你们是哪一个部分的？老子是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纠察连连长胡德清。有人举报你们贩卖烟土，我告诉你们，今天不把你们的烟土给老子吐出来，老子就把你们生吞活剥了。统统都给我回去！不要以为现在上海乱了，你们就无法无天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在执行紧急任务，要是坏了我的省毛局长灌水下来，连你们司令都要倒大霉。你算哪根葱？你以为在上海吹牛就不上税了？这是我们保密局上海站特务处王伯雄处长。原来是王处长，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？哎，我们自己车，走，快走！站住！王处长。你说有人举报？是。那部队的电话老百姓怎么知道？你回去把这个电话给我查出来。是。撤。怎么那么像大英叔子？不是像，就是，没错，就是大英叔子。咱们去人多的地方，他们不敢开枪。这并不是真正关押犯人的地方，还是被搅黄了。现在很明确了，那个仓库就是一个陷阱，咱们要找的人肯定不在那儿，让他们给藏起来了。里面的人都是特务，而且囚犯都是他们自己人假扮的。更让人奇怪的是，那个日本老鹰居然还活着。大英叔子不是被我打死了吗？二师兄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二师兄说的没错，我亲眼看到了大英叔子。大英叔子还活着，而且和王伯雄还是一伙的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大英叔子应该是被王伯雄收留了，并且为他所用。当天刺杀王硕勋的人，枪法精准，应该就是大英叔子。二师兄，耗子，你们这2天盯紧王伯雄，摸清他的活动规律。是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是想顺藤摸瓜，找到那个秘密基地，还有大英叔子。海棠，我说的对吧？耗子说的对。别闹，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行动。二师兄，走。爸，你找我啊？芊芊。啊？是不是你把警备司令部的那个值班电话提供给山鹰战队的？不是我。你为什么什么都要怀疑我呢？
我已经查过了，达克司令部的那个电话就是从咱们家附近那个电话亭打出去的。那附近那个电话亭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个电话就一定是我打的吗？哼！还想狡辩吗？是我又怎么样？你把丽人还给我。芊芊，我是你父亲啊，养育了你20年。那个李丽人她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你们才认识多久，你就帮她来对付我？你知不知道，今天要不是你胡闹的话，我就把山鹰战队一网打尽了。你为了升官发财，害死妈妈不说，你还要害死小姨和丽人。我没有你这样狠心的父亲。芊芊，爸爸有爸爸的责任。爸爸如果不把山鹰战队还有李丽人他们反抗分子抓起来的话，爸爸就是失职。爸爸失职的话，毛局长就会要爸爸的命。你没了爸爸，你什么都不是，你只是个屁。我不管了，你要不帮我找到丽人，我就离家出走。你哪儿也不要去，从今天起，不准离开家一步。不让我出去。分析一下现在的形势，门口有2个特工，窗帘、衣服，不行不行，没衣服我穿啥？床单。变绳子，行啊，大小姐，啥也不学，学人做飞贼了。哎，你别说啊，他还真有做我徒弟的潜质。对，嘘，小点声，还有人看着呢。谁看？徒弟，走，跟师傅走。反了他了还？